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在全球金融市场因美股波动和中东冲突而动荡时，欧洲经济却展现出不寻常的防御性强韧。当许多投资人慌忙从高估值市场撤出，担心衰退将至时，摩根大通在最新的欧洲总体经济报告中却给出颠覆认知的判断。他们指出，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与首席经济学家连恩释放了极明确的鹰派讯号。这不仅代表9月将迎来最后一次关键升息，更揭示欧洲实体经济正加速复苏。为什么在大家以为欧洲最脆弱时，它反而成了顶尖机构眼中的避风港？今天我们带你透过摩根大通的最新报告，看懂这个被市场严重低估的欧洲新格局。摩根大通指出，欧洲央行决策官员在欧洲议会的最新表态与紧缩路径高度一致，因此维持先前预测，认为欧洲央行将在2026年9月进行本轮紧缩周期的最后一次升息。摩根大通强调，尽管地缘冲突对全球成长带来干扰，但欧洲内需基本面的强韧与通膨扩散风险给了欧洲央行充足的底气完成最后一击。此时看空欧洲资产显然低估了其底层复苏的动力。我们来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欧洲实体经济展现的惊人韧性。摩根大通指出，虽然地缘冲突冲击短期增长，但欧洲经济具备强大的前置韧性。这种强韧来自稳健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具弹性的就业市场，以及政府在国防与基建支出上的强力财政支持。同时，企业正大举投资新技术。华瑞认为，国防与基建的财政乘数效应加上技术投资，实质上对冲了能源冲击，成为欧洲经济站稳脚跟的底层防线。其次是排除爱尔兰数据干扰后的真实增长。摩根大通指出，第一季欧元区数据受到爱尔兰季度数据剧烈波动的严重扭曲，但若采用排除爱尔兰的修正模型，第二季综合 PMI 的实质增长已达年化 0.5%。6月份数据更改善至年化 0.6%， 明显强于欧洲央行原先预期的年增 0.4%。 华瑞认为，这项数据扭曲正是市场产生认知差的黄金起点。排除杂讯后，欧元区实质加速成长的事实为9月最终升息铺平了道路。最后是通膨向实体经济的扩散风险。摩根大通指出，拉加德与连恩均警告，必须提防通膨向更广泛实体经济的外溢效应。随着就业市场维持历史性紧绷，工资成长与服务业通膨的粘性仍是核心隐忧。华瑞认为，这代表欧洲央行已转向防范内部工资与物价螺旋上升。在就业市场抗跌的情况下，欧洲央行9月进行最后一次升息是确保通膨预期不失控的必要手段。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是财政与科技双轮驱动对欧元区中性利率的推升作用。拉加德与连恩提到，国防基建的财政扩张与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正为经济注入长线动能。华瑞认为，市场往往局限于短期通膨上升，却忽略了国防与能源基建支出实际上扮演着宏观刺激方案。这种财政与企业投资的共振正在提高中期潜在产出，意味着欧元区利率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限制性水平，欧债的时间价值将显著提升。面对欧洲经济强韧与欧洲央行即将在9月完成最后升息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调整资产配置？华瑞认为，投资人需要重新思考2个配置维度。首先是战术性将部分高估值部位转移至受益于财政扩张的欧洲国防、传统基础建设以及新技术升级龙头。其次，9月升息预期将为欧元提供实质支撑，投资人可将配置向欧元计价的优质主权债券或欧股防守型板块倾斜，锁定稳健的时间价值。我们应将排除爱尔兰后的欧元区 PMI、各国国防预算实际执行进度以及工资成长指标作为核心观察指标。总结来说，摩根大通这份报告为我们揭示了地缘政治阴影下欧洲经济最真实的底层韧性。伊朗冲突并没有击垮欧洲，反而逼出了一场由国防基建与技术升级主导的内需自救。在欧洲央行即将于9月进行最后一次升息的预期下，看清数据背后的扭曲与真相，才能在波动的全球市场中做好最安全的避险规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